Hello， 我是小武。今天我们来到贵州省兴义市的湖中城堡吉隆堡。吉隆堡呢是由本地富豪花费数亿元巨资打造的哥德式风格城堡，它坐落于万峰湖畔，四面临水。城堡与陆地仅依靠一座拱桥相连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将一座城堡建立在这样的湖水中间？那么今天一起跟随小武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吉隆堡的边上。可以看得到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旅游标识，它有游船码头，还有玻璃栈道，还有空中溜索等3个地点。现在呢，我们直接顺着这个地方，直接过去前往吉隆堡。我们已经到达了吉隆堡的观光步道，下面呢，我们直接沿着观光步道一直往前面走，约1公里左右，我们就能够直接进入城堡之中了。可以看得到呢，这个观光步道啊，它主要是以木质结构为主，让人走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踩在上面呢，心情非常的好啊，很软。然后，据我们现在这个视频拍摄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它整个观光步道呢是开凿于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，悬崖峭壁之上，而且种植了大量的这种爬山虎。哈哈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是啊，这个路边居然盛开了这样的一朵这种鲜花，不知名的花朵，可以看一下，像喇叭一样，就叫它喇叭花吧。总体而言呢，吉隆堡这个景区的开发呢还是比较完善的，它的停车场呀、餐厅以及这个游船码头什么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。吉隆堡呢现在正处于枯水季节，所以城堡坐落的小岛呢，有大部分已经裸露了，可以看得到。在丰水期的时候呢，水位几乎可以淹没到城堡比较白的地方。那个时候的城堡就像一颗粉红色的明珠坐落在湖畔之上一样，而且湖中有游船供大家进行选择。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得到，那个是由宏村码头开往我们吉隆堡的游船。这个游船呢，可以开到小三峡的那个位置。沿途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俊秀和美丽。吉隆堡的这个造景呢还是比较有别出心裁的，在这个路边这样一小块地，就可以给我们种植了一棵这样的桂花树，供这个大家乘凉什么的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前面有2个阿姨啊，应该是这个里面的工作人员，还是比较开心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比较开心。随着我们呢越来越靠近这个吉隆堡呢，吉隆堡的整体已经非常完整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。可以看得到，下面由于是枯水期呢，可以看得到城堡的那个阶梯一直蜿蜒而下，延伸到湖里面。但是呢，不知道它具体延伸到湖底的哪一个位置。我们前面呢有6口大缸，而且盛满了水，里面呢是种植了一些莲花，还有饲养的小金鱼，可能是供这些游客进行观赏的。我们一走到这个吉隆堡的这个大门口，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左右2侧呢开满了鲜花，就像童话故事里面鲜花一路扑向公主的城堡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向着公主的城堡出发了。这个路边种植的这个花呢，应该是三角梅，可以看得到我们2侧都种满了这种三角梅呢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边呢，路边还种植了有这种。我说不上名字，它长满了这种刺，但是还开了比较好看的这种花朵的，有知道的吗？然后它还在这个路边，傍晚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可以亮的，这种古典的这种城堡式的这种路灯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这个吉隆堡的这个大厅入口了。我们前面呢有一块巨大的鹅卵石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个鹅卵石它的造型呢比较奇特啊，整个石头的这个纹路呢像那个水波一样哈，整体浑然天成的，非常漂亮。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确的看得到，整个城堡呢一共是有7层了。进入大厅呢，它整个大厅呢正在播放这种非常浪漫的音乐，而且它整个吊顶呢是这种以西方神话故事为主题的壁画。
我们直接走参观通道，通往第2层的。在整个古堡当中呢，这还是显得非常的宁静跟幽深的，真的仿佛置身于真正的城堡中一样。它的城堡内部主要是以大量的石块跟鹅卵石进行装饰的，这样呢也尽可能的接近了哥特式的风格，而且它的楼梯、扶手跟踏板全部都是属于木质的。2楼呢有一个内部的办公区啊。我们到了2楼到3楼之间的这个间隙呢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往外看得到外面的码头什么的。现在我们直接到3楼的古堡体验馆去。3楼一进来呢，就是一整面的这种西方壁画。这个位置呢，是西方神话故事里的春夏秋冬4位天使。我们进入这个2楼呢，就看到这里有一幅这种尺寸非常巨大的一个油画的肖像。这整个会议大厅的设置呢，就跟中世纪的那个古堡非常的相近。它在左右2侧呢设立有位置，而且中间呢应该是这个城堡堡主的位置。我去体验一下。哇，整个人坐上去特别有堡主的气质。一个人一坐到这个位置上呢，就感觉到整个人的气质就拉满了，仿佛整个城堡呢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，让我呢也体验了一次当堡主的感觉。这边过来呢，它是一个这种欧式风格的壁炉啊，但是它呢，虽然没有点火，但是它有仿真的柴火，还是非常的逼真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这个主人藏书的地方了，可以看得到。他还在桌面上呢展示了一个这种古老的一个地图，还可以有一些工具什么的，但是呢这边呢是不能够去移动的。这个墙上的藏书还是比较丰富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到一个地方进行参观的话，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个规定，这些东西呢我们能不动尽量不要去动它。这边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堡存放兵器和盔甲的地方了，可以看得到，整个3面墙全部包含这些盔甲跟武器。像这个呢，就是十字军骑士的尖顶头盔，而且售价呢是5000元，还是比较昂贵的。这一面墙上呢，它主要是存放了一些兵器啊，主要是战斧啊，以及围巾、长矛等等的武器。还有这种十字军的证件啊，非常玄乎。但是最显眼的还是这一副金黄色的盔甲，这种叫骑士全身甲。这一面呢，主要是英式长弓，然后还有它的剑影啊什么的。这一边呢，全部都是骑士的手套啊，以及头盔，还有护胸等等。但这边呢，它已经给我们提示了，请勿触摸。下面呢，就是再往这边走。现在这面墙上呢，整个都是昆虫的标本，包含了蝴蝶啊以及甲虫的，非常的精美。再往里面走呢，应该就是这个堡主的卧室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欧式风格的这种，皮革床。这边呢都是女主衣服呀，以及帽子啊，还有靴子展示的呢，当然非常具有特色啊，这么高。还有它华丽的礼服。
再往里面走呢，就已经到了它化妆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化妆的一个化妆台什么的。从这边连通过来呢，就到了用餐的地方。可以看得到桌上还有大量仿真的这种美食啊、烧鸡、面包啊。可以想象啊，如果真的大家只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吃饭的话，那个氛围肯定是非常 OK 的。还有大量的红酒啊，供大家饮用。这边呢也是有一个这种仿真的壁炉，但是下面呢也放了一些柴火。它这种路途的装饰呢，在城堡里面呢是随处可见啊。它4楼主要是游客的休息区和儿童的乐园。这边呢一个巨大的海盗船。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应该是山体了。它这个城堡呢是依山而建的，所以这一大部分全部都是山体。还有这种供游客们放松的。这个巨大的红酒桶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红酒。前面呢有3个这种鹿头的雕像啊，比较逼真。但是这边呢，它已经贴了告示，这个鹿角呢已经松动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去触碰它。这4件衣服呢，有点像那个西方故事里的那种魔法师啊，但是呢，它是道具，我们也不要去触碰它。从这里出去呢，就应该是一个花园了。它这个是利用自然的山体呢制造的这种假山，还有这里还种植的有这种石斛，里面可以看得到，非常的多。在这里行走呢，真的仿佛自己置身于真正的城堡当中。它的整个建筑呢错落有致。现在我们直接前往这个城堡的最顶楼，这边呢我们直接前往空中索道。前面这呢就是空中溜索的体验地了。这里有吉隆堡这个溜索项目的确认书以及一些温馨提示。它贴了标识啊。提示呢，这个索道正在检测跟维修，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，肯定非常的刺激。它整个索道一直从城堡延伸到对面，陆地上，跨越了大半个湖水。由于现在呢是万丰湖的枯水期，但是呢依旧有这个游船呢带着游客在湖面进行观光。现在我们直接登上这个塔顶最高处。进来呢，这里，这盆绿植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已经被丢弃在这里了。它这个楼梯呢是盘旋向上的，我们现在呢就沿着这个楼梯向上走。这边这个楼梯呢，它是从螺旋状向上延伸的。据说呢有388个台阶，向下看像螺旋的海螺一样，向上看呢也是像一个倒立的海螺。现在呢我们直接向上面走。它整个塔顶呢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观光台啊，站在这里呢，整个视野呢就非常的开阔了。在这个最高点观看这个吉隆堡的风景呢，它的红顶白墙就展现得非常的明显了，非常的具有这种古典的气息。这里有个门，我们直接从这里出去了。
这个顶上这一层城堡呢，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人来的缘故呢，已经生长了这种杂草，而且呢，基本上有相当一部分呢是没有完工的。我们前面这一片呢，就是万峰湖了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非常适合游客打卡拍照了。向后呢，可以把万峰湖大量的风景收入我们的相机之中，而且在这里呢，湖面的微风徐徐吹来，让人非常的凉爽，心情非常的好。后面呢，可以将吉隆坡这个城堡的这种特色和风格呢，一收眼底。我们现在去这个看台，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有这个裸露的电线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一到这个露台上呢，就有看到这里应该是长时间没有人打理，已经生出了大量这种杂草了。但是呢，这边打卡万峰湖的风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呢，它吉隆坡顶上的这个大平层呢，在这个下面设置了一些桌椅，供这些游客休息。而且这边呢，上面是设置了3层的这个观光的步道，在我们正前方呢，它是一个卫生间，而且有这个楼层的索引。我们整个玻璃栈道呢，就在我们右前方的位置。现在我们直接过去。我们一进入这个安全站，这个玻璃栈道呢，可以看到，它玻璃下面呢生长了大量的这个树木。走到这上面还是觉得有点恐高啊。它这个吉隆坡这个古堡，再搭配这个玻璃栈道呢，其实呢，它增加这个游客的可玩性，而且让你不至于感觉到比较乏味。但是呢，恐高的人呢，就不建议往上面走了，因为下面还是比较高的，可以看到距离下面的湖水应该有个60米左右的落差。我们沿着玻璃栈道呢，就可以来到这个城堡的后方。这边呢和上面那个看台的景观呢差不多一致，就可以看得到整个万峰湖这一片的风景。它玻璃栈道的内侧呢是依山而建的这种平面式的花园，里面呢种植了这种三角梅啊等等一系列的花草，也为这个古堡呢添加了一分这种生命力的气息。到这边呢就已经结束了，它的玻璃栈道不算长，但是呢确实能够给游客带来比较好的体验。现在呢我们直接原路返。我们出去的时候呢，记得用这个静电消除装置呢，将自己身上的静电给它导出。我们今天的吉隆坡之旅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关注、订阅和点赞哦，不迷路。拜拜。